为什么在相亲市场上那么多人吐槽女人呢？你看看周边30多岁大龄女青年有多少的？那体制内啊，一抓一大把。你要问他们的择偶要求啊，那都吓死人了。上来就要找优秀的男人，还要有眼缘。你问他什么是优秀的男人？有全款车房，有100万存款，要高薪高学历。除此之外，你还要情商高，会哄人，会洗衣服，会做饭。见面之前呀，就得先要面试你。房子是婚前买的，是全款的还是分期啊？全款这房产证上能不能给我加名啊？分期的你得算算剩余的资金，咱能不能养家糊口啊？不能，哎，那还谈什么呀？有个女孩子啊，这半年前来找对象，32岁，体制公务员，我就给她介绍个30岁地方银行工作的，月薪在7、8千左右，我觉得是蛮匹配啊。她一听啊，嫌人南方工作不好不体面，也不当官，给她介绍开公司的，收入高的。哎呀，嫌人家长得丑不 man。你问她具体的择偶要求，要找年收入50万以上的，开着 BBA 住大平层的未婚帅哥男，我就得主打个高质量男性。哎呀，我一听你这是大白天做梦的，是不害臊啊！我找不到，哎，我服务不了。最后呢，是有一个3甲医院上班的小伙子，人看上他了，比他还小1岁，医学硕士，想认识他一下。当时呢，这个男士也确实是喜欢他，当然呢，人家也是有所图的，图女孩子是本地人，父母是体制单位的。他呢就有点拿架啊，觉得男方家是外地的，父母还都是农村的，那不太愿意啊。后来呢，可能也是觉得这周边的没有人更合适了，就表示愿意跟这个男方认识看看。人这男士对这个女孩子挺积极啊，这天天聊天啊，不定时的就得是投喂啊溜圈儿。这追了1个多月的时候啊，他表白被拒，女方呢说自己慢热啊，需要培养一下感情，觉得太快了。于是呀，这男方就加大力度，各种的嘘寒问暖。3个月的时候啊，信息倍儿足啊，去表白。人姑娘呢，先是表扬了一下男士啊，说你对我确实很好，我呢也很感动。但这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太快了，了解的不够啊。而且这女人得矜持一点，那不能答应的太快，不然这男人都不会被珍惜的。再接触一段时间看看吧。我当时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男方跟我说过，我劝他换一个人啊，及时止损。男士那是真的不甘心啊，那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其实你这个时候及时止损的又对了，这女人呢若有意啊，她1个月左右是足够了，3个月她是最长的。如果对你无意，你越往后追她，就越对你没意思的。上个月底啊，男士又去表白了，整整追了整整半年了。女方呢又是一副似答应又非答应的态度，觉得半年就在一起啊，还是有点快，还是要再了解了解。而且自己多少还有点矜持，希望男方能够理解。男士听完不干了。你说你矜持1个月我理解，3个月我也忍了啊，这都半年了，你要是还矜持，那就是不喜欢。姑娘这一听呢，心里急了，害怕呀，哎呀，这要是跑了怎么办？说自己肯定也是喜欢呀，要是不喜欢，你怎么可能会跟你联系这么久啊？男士不听啊，说咱俩之间那就先别联系了。后面呢，我又给他介绍一个98年税务局的姑娘，这2个人认识了不到1个周就确认关系了。所以你们那些所谓说是哎我追了半年都追不到的，原因在哪？自己品啊。上个周这2个人约着出去玩了，哎呀，那拍的旅游照片让这姑娘给看见了，老后悔了，跟我一通唠呀，后悔说想要再重新认识一下，他再也不矜持了。你想想现在这种情况，人男方能愿意吗？直接给他拉黑了，你早干什么去了？哎呀，这种女人，你真的你不敢介绍对象也罢，你注定是要单身的。但凡能剩下的都是些自我认知不清楚的。女性择偶的年龄红利期本来就短，22到28岁，在你25岁之前你还是能够吃到年龄的红利的。你挑咱能理解，毕竟你是有资本在的。这过了25岁以后整个年龄的红利期你都是在流失。去年相亲市场上都是97、98年的，今年00后一大堆，你卷都卷不过人家的。30岁一过，你还在拿着25岁的标准去找男朋友，你多半是找不到的。大量的女性她是为了嫁得更好则不顾一切的涌入那相亲市场上。就算我成了相亲钉子户，我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论概率有多低，沉没成本有多高都死活要孜孜不倦地跟住下去，导致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择偶范围会是越来越窄，最后嫁不出去。婚恋市场上男人条件好的，但凡择偶要求他不高不奇葩的，很快就脱单了，都轮不到你去挑的。条件不好的人多半心里也有自知之明，我穷我丑我吃土，要么搞钱要么直接躺平反正怎么都能生活，又饿不死，自给自足嘛。相亲择偶定位真的很重要，你在什么阶层能匹配什么样的对象很重要，不清楚的你就找我。择偶定位你都不知道，你连筛选都不会，你更别说你去要追求别人了。宝，散会吧。相亲那点事儿，你让我说个10天10夜哎，我都说不完呢。咱呢今天就当会儿判官，看看这事到底是谁对谁错。有个男士呢，年后的时候相亲认识一个女孩子这2个人条件差不多，都是在国企上班。这见了面之后男士对这个女孩子感觉挺有眼缘的，
问女方对男士第一印象呀，人家女孩子呀也说了挺好的，可以做朋友认识看看。家里人也跟着催啊，这男士啊你得多主动一下，多表现呀。他呢就回去跟这个女孩子聊天，这姑娘呢回复起来也是比较积极的。男士又想着，你看这回复的态度啊，一看就是还是对自己比较满意的。想着呀，既然要跟女方谈，咱男人就别小气，吃饭、约会、看电影啊，这个商场逛一逛，送个礼物啊，该大方就得大方。就这么一追了3月啊，见了有7、8次面，花了1万多块钱。哎呀，男方这不是花的多了，心里肯定有些不愿意啊。每次约会出来都是我花钱，都是我送礼物给你，我付出什么，那你给我点回报也可以啊。唯一收到的就是女方呀第2次见面送的2金桃。想想他就挺生气啊，自己1个月税后也就7、8千，还房贷占了一大半。哎呀，这光约会也都花了1万多了。哎，想想就忍了啊。这外面啊装面子，在家里继续啃咸菜呗。想着成本这么高，希望尽快能够有结果。人轩宇老师说了啊，成年人相亲1个月就足够了，何况这都追了3个月了。于是呀，他前天晚上就去约这个女孩子吃饭了啊。饭吃一半，有一个外卖小哥送了一束花过来。哎呀，人姑娘就有点愣啊。男士接着就抱过花呀，走到人姑娘面前，说着这3个月的爱意啊。话还没等说完，这姑娘突然打断这个男士啊，说自己是不喜欢男方的，不要这样做，认为2个人可以做朋友。男士当时就有点很尴尬，觉得是不是自己啊突然表白呀，这个有点唐突了。女方就说了啊，相处的这几个月呀，对男方确实没感觉，喜欢不起来，觉得2个人呢更加适合做朋友。哎呀，男士是越听越生气啊！不喜欢你咋不早说呢啊？直接拒绝也好啊！你让我白白追了3个月，每次约你，你都是想去哪吃就去哪吃，都是几百上千的，都是些我吃不起的地方，还收我的礼物。女方就直说啊，那朋友做这些不也正常吗？再说谈恋爱，男人总是要付出的呀，我也得考验你一下吧。行了啊，男士听完呀，把话一扔，生气的就走了。没一会儿，这女方要打电话不接，发信息啊，要求啊这男方转饭钱。500块钱，男士越想越气啊，这不是饭没吃完就走了吗？他是越想越不甘心，拉出这几个月的消费明细啊，里面有饭钱，有买东西，有买礼物的钱，一共17000多块钱，多个零头啊，发给这姑娘就要求 AA 呀，说给她5000块钱就可以。人这姑娘收到男士信息以后啊，半天才回消息啊。你每次说请客我才出去，你送我东西我拒绝过，你非要给我，我凭什么要给你AA呀？每次吃东西我吃的少，你吃的多，为什么我要承担一半？男士啊就给一下解释啊，我请你确实是应该的，我也想和你谈恋爱啊，你不喜欢我，你就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拒绝我，这样我可以及时止损，我也不会要求你去 AA 的。其次啊，这送礼物你当时确实拒绝我了，但是我送给你之后，你又表示很开心的收下了，让我觉得你接受我的行为，是愿意跟我谈的。还有啊，这每次吃饭啊都是你选地方，几百上千的费用，如果是我选，我不会选这么贵的。2个人就这么僵持不下，中间找媒人出来撮合啊，协调呀，最后女方才同意给了3000块钱了事儿。男士呢也全当啊吃了哑巴亏啊，想想就气啊！兄弟们，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到底谁对谁错？在婚恋市场上，男士出于绅士礼仪啊，请女方吃饭呀，我觉得这事儿啊问题不大，但是仅限于一开始，相亲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你来我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下来的，好多男士呢，为了能够让女方开心啊，那是红包礼物转账不断呀，吃饭旅游样样不少，你付出一定要讲究回报，用钱砸出来的感情往往适得其反。女孩子啊，我建议你相亲最好是跟相亲对象 AA， 他提出约会他买单，你同意赴约，并且对人家有一些好感，或者想继续了解一段时间，你应该在约会之后啊主动回请。他约吃饭，你请看电影，这样也会给男方带来很大的好感，有利于你们的感情发展。如果你赴约之后接触的过程当中觉得不好，那就主动提出 AA， 回去之后啊不用联系，或者直接把话说清楚，主打个谁也不欠谁，这种啊不占别人便宜的女孩子啊，能为别人着想，那运气一定不会太差，对吧？宝儿，散会。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感人的相亲故事啊。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男士来找我交对象，94年的，是一名船员，跑国际航线的。经常一出去都是大半年，回来呢只能休息1到2个月。我当时认识他之后就觉得特别心疼他，但是因为家里条件差，再加上工作常年在海上漂啊，身高有170左右，皮肤晒得还很黑啊。就算你赚的很多，很多女孩子一看这情况是这儿不愿意那不愿意的，都不好介绍吧。在去年3、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2人也算是有缘分。96年的，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老实的那种姑娘，不像其他女孩子上来就要求，哎，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啊？人家上来就说自己的条件很一般，
他想找个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我当时就想起那个船员就问他介不介意男方常年在外面工作，他就说不介意，而且非常善解人意的告诉我，没有人愿意离家去干那么辛苦的工作，他一定是为了养家才去的，我是愿意认识他的。我听完说实话很感动给他们俩约在了4月份，应该是第一次见面。这男方很紧张生怕把这个第一次约会搞砸了，咨询我怎么样穿衣打扮，第一次要吃什么。人家姑娘就非常通情达理说这个2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别花太多了，我们就简单吃点吧，吃个肉夹馍吧。就这么2个人第一次吃饭花了36块钱，这个钱我永远都记得，因为这几乎是我安排那么多相亲里面吃的最便宜的一顿饭。见面之后我就问这个女孩子感觉怎么样，人家很害羞说这南方人挺好的，愿意再认识看看。于是这2个人加了微信就在每天在微信上聊天一有时间周末就去见面。这姑娘有时候下班就会很晚，男士呢就去早早的去等她，2个人一起去路边吃一碗野馄饨，踏马路，说人生理想，有说有笑，真的好开心的日子临走，男士就问这个姑娘，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这姑娘笑了笑说我愿意。等再次见面的时候就10月份了。见面的第一天，这姑娘就带了2身保暖内衣、1件毛衣说我见你我看天入秋了，我怕你冷，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衣服。这几句话很简单，但男士的心里说不上来的感动。人生如遇此期，夫复何求姑娘的好友也曾劝过她要分开，因为男人常年在外这女人一个人在家里很辛苦的这姑娘不说，没有人愿意在海上工作，因为她孝顺，想自己赚钱去买房子，因为她有责任心，想攒钱让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所以我愿意嫁给他。去年底2人都见了双方的父母。女方父母其实一开始是觉得男方常年在外，兄弟2个也没个房子，闺女嫁过去是要吃苦头的。这姑娘脾气就很温柔的劝父母说了很多男方的好话，日子只要齐心就一定会变好。慢慢的这女方父母也都接受了男士，男方父母对人姑娘是特别的喜欢。双方家庭虽然条件都很普通，但2家都很善解人意。2家就这么商量着定了个婚，彩礼男方给了6万6，女方父母都给随了回来，给小2口过日子的。这男士马上又要出去工作了，临走之前2个人订了婚。男士呢就买了一套2手的楼梯房，而且还是6楼，因为便宜嘛。那男士就心疼的问这姑娘爬楼累不累，人家姑娘说不累，天天健身多好呀。实际这累不累男士心里都清楚。他答应这个姑娘一定会好好赚钱，买个大的电梯房。今年4月份这男士回来了，说以后再也不出海了，准备开个早餐店陪这个姑娘一直在一起。在5月份的时候2个人结了婚，听说现在还有小宝宝日子是越过越幸福了，让人好生羡慕的。所以大家常常笑话都是一些奇葩的相亲故事，真正羡慕的才是那些很普通又很平凡的故事。本期视频仅仅讨论一小撮部分女性捞女。我在这行做了有10多年是不是捞女一眼就能分辨得出来？今天给你们一次性讲清楚什么是捞女，她们各自的段位以及一些特征大家可以做个分辨，生活当中一定要避雷。在中国当下婚恋市场上面，绝大多数女人对婚姻的需求大多数都是精神满足以及物质保障。所谓的精神满足就是我要找一个有眼缘的，对我好的，自己喜欢的嘛。物质保障是觉得我要和你结婚，你要有车有房有年收入，才能够保障家庭的稳定。这是婚恋市场上面大多数很正常女人的择偶要求。而捞女顾名思义她的目的性很强，只有一个字，捞。她要求你能够满足她的物质需求，喜不喜欢你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给她带来她想要的，就是钱。捞女是很善于利用情感关系来获得利益的。我们举个例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会因为你不陪她、不安慰她，觉得你不关心她而对你提要求，表达自己的各种不满。而捞女的关注点只会让你不停的去花钱转账，不然她就会生气。那你呢，只能用钱来解决。他们将感情和物质分得非常清楚，有时候会特别熟练的将各种领悟来的这些路数使用在多人身上，俗称养鱼，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捞女呢，我简单给大家分下类，我说的不一定全，但是经验足够多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我就把它分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初级捞女这种往往目的性没有那么强，主要就是贪。他们会善于利用男人的喜欢而去贪便宜，这类往往在认识的初期不拒绝不同意，经常要求男方带他吃一些高档一点的饭逢年过节要个礼物红包等等，一到确认关系的时候就拖拖拉拉，就这么爱吊着你。初级手段没有那么高明，他们一般就是贪你东西，你只要不给就会对你态度特别不好，这种很好辨别，就是你在追他的过程当中，你给他花钱他就会很开心，不花他就不搭理你。
我曾经遇到一个很 low 的初级捞女，她长得很不好看，但是总有人愿意买单嘛。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连外卖都得跟男人要，你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吗？我就特别看不上这种，所以没确认关系，不停的跟你要礼物要红包的这种一定要放弃。中级捞女往往比较漂亮，你想想人家没点外貌资本，人家怎么捞啊？他们擅长玩的是暧昧，调动你的情绪价值，感情经验丰富懂男人想要什么，让你感觉是忽冷忽热，而且懂得拉扯，给男人一种希望，让人觉得是有戏时常故意去靠近你，让你觉得是若即若离。当你忍不住向他表露心迹的时候，他却会拒绝你。可是该收的礼物一样不落，手段比初级那是高明多了。他也很关心你，让你觉得很真诚，在这条爱的路上面不停的去引导你，有选择的对你说一些真心话，然后感动之余呢，慢慢的就会让你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的男人就会疯狂的给这些女人花钱，他们却从来不愿意或者很少给你花钱。他们比初级捞女那可聪明多了，会给你一些小恩小惠，给你点希望，让你能够继续付出。尤其是在一些特定节假日到来之前，情绪不好失落等等各种理由需要一些红包安慰。而初级捞女往往态度就不咋地了，你喜欢我你自愿嘛。这高级捞女一般男人呢是没有抵抗力，尤其是那些好色的，他们往往都是非常漂亮的，可以满足男人的性幻想。那朋友圈的照片呢，拍的是又纯又欲，哎呀，屁股和胸总要有一个对着镜头，配文呢都是仰望45度的忧伤。没事呢都会晒晒健身房美食下午茶，空了就要去做做保养整个医美。他们高明在哪里特别会装傻，装清纯，装柔弱，在你面前呢是毫无保留把自己的弱点展现给你看，哎呀，动不动就要哭一哭然后激发起你这种保护欲和拯救他之后的成就感。先把自己的这些柔弱的点完全暴露给你，让你知道他现在是脆弱不堪的，然后就会引导你去安慰他，给他一些细心的温暖，这样他就能够准确的抓住你的把柄。一般男的没有得到女人这一套对待的，通通乖乖就范，为他鞍前马后，然后他会慢慢的在引导你付出，制造沉没成本。金钱就是捞女制造的沉没成本，男人前期投入越大，他越难离开捞女。这类女人他们重点瞄准的是部分中产男，他们是中产男眼中的白富美。有些中产男会下血本去追求捞女，并且诚心的去求婚。高段位的捞女也会与中产男去结婚，前提是房子加名、豪车、彩礼，这是捞女的融资型婚姻。即使你付出了再多，大概率最后也会面临各种分手。他们会为了分手时将情感的包袱甩给男人，必然会找出男人的弱点进行精准打击。当男人还在失意的牢笼当中自怨自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准备往另一个人的怀抱当中走了。现在婚恋市场上还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就是教女人如何做捞女。那些一个月让男人给他们花30万的女人来做老师各种课程各种话术，他们教学的第一步就是筛选，要在初期让男人主动给你花钱，不给你花你就不开心，这段关系就及时的去断掉。你想要分辨出来捞女就记住一条，他们从来都是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没有了金钱的供给那自然而然就悄然而去好的感情不会只围着钱来去赚的，人家好姑娘会明事理不舍得给你花钱，懂得礼尚往来知分寸，或者不喜欢你会尽快拒绝。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人这辈子你会遇到的人很多的，不对的人及时撤退，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宝再见。兄弟们找对象你一定要找情绪稳定的人，就算你再爱，情绪不稳定的人也坚决不能谈的。那些车房年收入外貌长相，那在情绪稳定面前都狗屁不值的。今天中午吓我一大跳，我们在办公室里有个姑娘突然间进来，一屁股就坐在地上，那嚎啕大哭她是我们这边会员那已经脱单了，哭着喊着说自己被分手了。这种情况我们常见，那谈恋爱不合适那是常有的事情，那分就分了嘛，这个不行咱再换一个。问她具体的事情才知道，这个前天周末2个人约着7点钟去吃饭然后看电影。一开始说好分头行动，然后在饭店集合，结果这女方半路就嫌远反悔了，想让男士去接。男士就说这个点过去正好堵车，去接他还不如自己打车来。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这姑娘当时就上来脾气了，说男士如果你心里有我你就来接，你不接的就是心里没有我。2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起来了，最后气的饭呢爱谁吃谁吃，我这不吃了。这姑娘呢当时就提了分手，把男士拉黑给删除。以往这男士都会想办法去哄她，这回没有昨天晚上男士又给这个姑娘发信息说他人很好，哎呀自己受不了他这个性格，2个人遇到问题一言不合就吵架，那动不动就是拉黑分手整得自己都很累，考虑再三决定分手。
这姑娘一听啊，气的呀，给男士那是连环夺命 call 啊！哎呀，问他什么意思？你谈了你就想跟我分，你这不是耍我吗？谁知这个姑娘就给男士发微信啊，你要是敢跟我分手，我就死给你看，就发自己啊拿着刀子还剪子啊伤害自己的照片。男士这一看吓坏了呀，赶紧打电话回去。这姑娘啊，又是一通这个指责呀，那都是你的错。男士为了缓和情况，承认错误啊，也答应他不分手。这姑娘才消停。今天上午这男士啊，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又给这姑娘发信息说要分手。不过这次比较委婉，说自己准备去外地发展，真假咱不清楚啊。但这姑娘就觉得你是故意的。这波中午就过来找我们，非让我们给男士打电话。我们劝他冷静一点啊。如果男士屡次提分手，你们俩不如啊当面去好好谈谈。我靠，他接下来的举动啊，吓我一跳啊！就是把包使劲往地上一扔啊，然后就扇自己的巴掌，边打还边骂自己，吓得我都是目瞪口呆啊！我们赶紧去拉他，劝他冷静一点，他不听，非得给男士打电话。这男士一接电话，他就歇斯底里的喊着：“今天必须把问题说清楚。”男士这语气就比较冷淡呀，说自己太累了，不想在一起，但放过自己吧。男士越这么说，这姑娘声音还就越大呀。男士最后直接是挂了电话。这姑娘啊，紧接着就蹲在地上抱头就痛哭啊。我们好几个人轮番安慰啊。就在我们以为情绪好一点的，突然之间他就跑到我们那个阳台上面啊。我们整个那个阳台是半包，而且是10楼，他真的敢往上跨呀，迈开步子就往上爬。哎呀，把我吓得呀，赶紧喊人，有个男老师赶紧把他给抱起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吓坏了。你说说这种人，你怎么敢娶回家呀？啊，有的是狠起来连自己都打，连自己命都不珍惜的人，哪天你被他嘎了你都不知道。脾气大过天，要死要活的，那都是从小被家里惯的。吓得我们赶紧报了警。警察对这事儿人家也没法呀，劝两个人好好谈谈，那能在一起在一起，不能在一起那就换人嘛。这种人啊，我以后是坚决不服了。情绪不稳定的人，你服务你就是害别人。我是真心的劝你们啊，一定要远离情绪不稳定的人，不论男女。那些情绪不稳定，连自己脾气都控制不了，都是些自私的人。遇到问题只想自己的感受，欺软怕硬，从来不考虑别人，他只会跟你抬杠。说话喜欢绝对化，不给别人留后路，也没有倾听能力，只管着自己输出啊，从来也不看别人说什么。他们脑子里就一个想法，我永远都不会错，错的永远都是别人。处理问题要么歇斯底里大吵大闹，要么就极端的用暴力去发泄，摔东西自残去逼别人就范。和这种人相处啊，不是他疯就是你疯啊。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我凭什么我要去惯着一个连情绪都控制不好的人啊？结婚和谈恋爱完全不一样，一旦选错，你这辈子就完了呀！再爱也不能找情绪不稳定的人。散会，兄弟们，下班了啊！相亲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重点一定是筛选，选人很重要。娶错妻毁3代，给别人相亲这么多年啊，给你们几点建议。哎，老阿姨今天有空啊，有些人坚决娶不得的。第一种呢是情绪不稳定的人。我之前很多期我都有讲过，两个人谈恋爱你能不能走得长久啊，真的是跟情绪有关系。婚姻当中鸡零狗碎的事情太多了，稍有一点事情就能炸包，这3天2头的吵架，今天跟你谈结婚，明天就要跟你提分手，时间长了你自己都会觉得很累的。面对这段感情，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兄弟们，真的再怎么爱也要放手，找个情绪稳定的人真的太重要了。遇事可以商量，和平相处，不会被感情内耗，不用动不动就看人脸色，被发脾气。不是说男人都喜欢在楼下的车里抽支烟才回家吗？哎，你要找个情绪不稳定的，我建议你得提前买个房车，这样能够在楼下待的时间能更长一点。第二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不要找很容易激发你极端情绪的人。前一段时间啊，我去劝架，有一对男女吵架，那女方说话很难听，带刺啊，不依不饶，你怎么劝他就不听。直到这男方被逼急了，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把家具给砸了，变得歇斯底里的时候，他又站出来去指责你。你看，你情绪不稳，有暴力倾向，以此又来指责你的不是。这种人日常相处嘴很毒的，逼不死你不算完。有的时候啊，人的情绪真的是被逼出来的。为求长命百岁啊，劝你是远离嘴毒的人。第三种啊，远离谎话连篇的人。这种人很恐怖啊，你不要去听什么善意的还是有意为之的。我接触这么多人，我始终都认为诚实的人才是最可靠的。前一天啊，我接了一个情感咨询，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有一对男女朋友啊，两人异地，这男友给女友晚上打电话，他要么不接，要么在忙，要么没听见，要么手机静音等等啊。男士呢就不放心，就让他给发微信发个实时定位。这姑娘很生气啊，上来就指责男方，哎，你不相信他。两人呢就为此大吵一架。第二天这男友考虑一下啊，想去道个歉，就去找他，发现他没在家里。这姑娘呢就打电话说啊，自己开车去了外地，男友要打视频，女友挂了，说自己车被撞了要忙。
哎呀，这男友担心她的又去找她，她又很烦，去指责男士不要多管闲事，又说车撞得不厉害，一会儿就能开了。总之各种谎话连篇，你听了都很搞笑啊。这种爱说谎的人，他们会不受控制的撒谎，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借口。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借口啊，哪怕是那些实际上不需要借口的事情，他们编瞎话的能力啊，永远都比你问的要快。他们总是会指责别人，反正错永远都不会是他们的。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合理上，而不会做出很多实际性的改进。哪怕谎言当时被撞破，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后悔或者羞耻。这种人啊，娶回去你身边得配个元芳哎。第4种呢，不会解决矛盾的人。你们记住啊，一段关系能不能进入到婚姻，不是看你们多幸福的时候，而是看你们有多糟糕的时候，一定是看你们是否具备化解矛盾的能力。婚姻它不是1年2年，而是几十年。你会发现幸福的人他都是一样的，他们遇到矛盾会冷静处理、沟通解决，而不幸福的婚姻啊，遇到矛盾不会听对方说什么的，一味啊只会考虑自己的感受，说着很多消极的话，伤及你的自尊。当你去尝试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有效一些的时候，要么被对方冷处理，要么战争升级。这个时候你必须马上道歉和谅解，如果不这样做，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啊，为什么不要让你们闪婚？多了解一下两人的相处模式，看看和对方吵架的时候，对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个很重要，可以决定你能不能跟这个人走一辈子，以及能够走多远。第5种呢，生活当中经常跟你谈钱的人，你要谨慎啊。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月薪3000啊，化妆品都是几千的，身上衣服都没有低于下千，包包都是上万的，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她的追求者里面那里要来的。所以你要会看人，朋友圈里经常晒着名媛生活的，自己却是拿着月薪3000的人，这种要不得。和你接触的过程当中，谈钱会让他开心，没钱就撂脸子的也撂不得。捞女太多，注意防渣。没确认关系啊，不要太主动给人家送很多东西。遇到礼尚往来的姑娘，一定要好好珍惜。哎呀，我唠着天黑了。总之呢，鞋合不合适脚知道，不要闪婚，多相处一段时间，去看看这段关系。如果它让你莫名的感到焦虑和恐慌，甚至心累，那这段感情要不得。宝子们，散会。给大家说一个过程哈，很尴尬，结果又很幸福的相亲经历。今天的周末啊，大家都放假嘛，我就安排了几对相亲伙伴见面。这其中就有一位姑娘呀，95年的啊，在国企工作，这个个子不算高，长相甜美可爱。跟他相亲这个男士呢是94年的，在央企上班。这两人呢就约在了今天中午啊要见面相亲的。原本呢男士的意思呀是去接这个姑娘啊，但人家女士呢可能不想男士麻烦啊，就说自己去打车过去。中午呢男士是早早就到了约定的餐厅，女士那边呀是原本啊准备打车的，但是一看吃饭的地方离自己家那么近，打车又特别浪费钱，起步呀就要小10块了，这个等公交呢又慢。于是呢，他就骑着他妈妈的电动车呀去餐厅。这个电动车就是那款特别老的那一种，用了10多年了，你就能想象到这个新旧程度了。电动车骑起来就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走路走边上都能听得到，而且那个车闸还不太好使啊。这到了餐厅啊，这个姑娘呀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停车，怕被男士看见嘛，毕竟人家姑娘啊这个面子薄。这进去餐厅啊就给男士打电话，看到男士在角落里啊等他了，就这样两人呢就顺利的见面了。吃饭过程呢也算是比较顺利啊。原本的男士啊想点4、5个菜，但是这姑娘呢就觉得有些浪费啊，就要了2个菜1个汤，一人呢1碗面条啊就吃了起来。这个男士啊就通过这一点就对这个女士的印象特别好。两个人呢从工作聊到生活，聊到这个家常啊，姑娘呢也是越聊越开心。男士这边也特别绅士啊，给女士又倒水啊又夹菜，也是嘘寒问暖。原本呢想着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回家之后啊两人就慢慢发展感情嘛。老天爷啊他一般都不太会随你的心意。接着就发生了很尴尬的下面这一幕。这吃完饭呀，男士说送姑娘回家，这姑娘就想着呀，哎呀我电动车还在外面对吧，赶紧就说呀不用了，又很好面子的就说自己叫车了啊，这车等会儿就来。就这样呢，男士是先走，女士在店里去留意着男士走了之后就赶紧出门去找自己的电动车。饭店门口是有那种停车的这个门禁杆的有车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车出去都是要扫码交费的，在门禁杆旁边有一个这个行人可以走的通道。这个姑娘就骑着这个电动车裙子全部挽起来，坐在屁股底下伴随着这个车子嘎吱嘎吱的伴奏。刚刚骑到门禁杆的边上
就听到一个男士啊给她打招呼：“我们又见面了呀。”姑娘回头啊就看见相亲男士啊在车里啊正在扫码付停车费，她呢赶紧啊把裙子给揪下来，就特别尴尬的笑笑说：“啊，你还没走啊？”男士呢就说呀：“我刚才有事儿来。”这付完钱出来之后啊，男士就很高情商的说了一句话，顿时让这个女士呀是好感爆棚。男士就说呀：“哎呀，你看你真聪明啊，骑个电动车比开车快多了，还凉快。”女士听完呢就很尴尬的笑了笑说：“哎，对呀，我家也近，骑个电动车呀一会儿就到了。”说完呢，这个姑娘呀就赶紧啊就说了个再见啊，骑着电动车嘎吱嘎吱嘎吱的就回家了。哎呀，那一路上啊她就觉得太尴尬太丢人了。回到家之后啊，这个姑娘是欲哭无泪啊，谎言被揭穿，觉得太丢人，而且骑个电动车呀也太跌面了。她不好意思联系男士啊，就把这个过程跟我说了，说自己啊把相亲给搞砸了啊，自己啊很喜欢男士，但是啊男士应该啊不喜欢她了。我听完真的是哭笑不得呀。那我就去打电话给这男士啊，男士人家也笑着说呀，自己很喜欢这个姑娘，不装不做作，而且很大方，知道过日子，而且呢这个人呢也很温柔啊。至于骑电动车呢，反而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男士说呀，自己喜欢她，而且这个姑娘呀我追定了。听完呢，我心里啊就觉得哎呀很甜呀，就是不论你觉得再尴尬的事情，在有爱的人眼里啊都是你的可爱之处。这听着男士啊处处去维护这个姑娘，夸这个姑娘，真觉得这个姑娘呀这次啊是遇对人了。喜欢你的人，你的缺点在他眼里啊那都是优点，不喜欢你的人呢，在他的眼里啊只能看到他对你的厌烦和嫌弃。阿丽娘啊，真的我太难了，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别来找我，本人这庙小，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也原谅我啊，能力有限，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再来上香，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有个女孩子34岁，个子在160左右啊，偏瘦，本科文凭，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我是给她相了整整5年了5年，至今还都是单身，也谈了不少男朋友，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是嫌男方文凭低，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要么嫌长得不帅，总之是挑肥拣瘦的。她自己焦虑的不行了，怕找不到好的，又怕生不出孩子，反正啊，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她介绍了，都知道她很挑。他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他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反正啊，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他，各类男士都让他相了个遍啊。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研究生最好，体制内公务员，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颜值高，哎呀三观一致有眼缘，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你不得逼死我吗？哎呀，我得往 ICU 走啊！我听完啊，你说急不急死个人？我给你这样能找到，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那不太难了吗？我拒绝了很多次啊，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2个条件啊，他就不同意，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我就很生气啊，你不放弃，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哎呀，他说不信，哎，因为自己条件好嘛，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哎呀，我这一听，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他说帅，情商高。还没说完啊，真的，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啊，没治了。人家帅的公务员，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还能轮得着你吗？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我圆脸显年轻，化妆了我也不差呀。哎呀，我的天哪，你就算是个法拉利，他开了15年了，发动机得生个锈，搞不好再漏个油，你停个电你咋办呢？你能跟新车相比吗？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一见面就哭呀，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家里还有个亲戚，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他俩就爱搁一块玩。哎呀，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气的啊，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如果再过几年，你即便结婚了，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你这条件啊，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2婚市场，他不甘心，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找大龄剩男，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你真的啊，听他话你都能气得够呛啊。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哎呀，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哎，头昏。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我就劝他，哎呀，你快别挑了，再挑停水停电，你都更没得挑了。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说着妥协，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1000个不愿意。另外，他还有一个87年的，今年有36、7岁了啊，也还是未婚，一个闺蜜，她要给我介绍过来。我一听，哎呀，那可不行啊，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真的，
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我都条件性反射。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千万别来找我了，散会。不能问呢，话非说的不好听，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